我刷朋友圈时看到一条本地社区帖子，标题赫然写着出售感染者血液。不知为何，我点进了评论区。第一条评论让我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有意私聊，而评论者的头像正是我丈夫。就在这时，德里克手里拿着注射器走进来，亲爱的，该打保胎针了。看着打开的注射器，再想起刚看到的帖子，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。放这儿吧，我待会儿自己打。德里克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消失。他温柔地笑着问：怎么了？以前不都是我帮你打吗？不舒服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没有，就是想歇会儿。我和德里克结婚7年，一直没孩子。体检后，医生说我自然受孕难度大，建议做试管婴儿。起初德里克不同意，担心我的身体扛不住，是我坚持想要个孩子，他才慢慢松口。怀孕后，医生又说胚胎质量不好，要卧床保胎，还得定期打针。我干脆辞了工作，专心养胎。德里克也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，包揽了所有家务，连保胎针都坚持亲手给我打。可这个对我体贴入微的男人，真的会在网上买感染者血液害我吗？见我走神，德里克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，那你躺着休息，我去洗个澡，回来再帮你打。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德里克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转身离开。他刚走，我就用纸巾小心擦了擦针头，雪白的纸上果然出现了一点红色痕迹。那一刻，我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冲到了头顶。几秒后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把注射器包好扔进垃圾桶，又重新点开那条帖子。发帖人的主页里全是感染者用品、血液、用过的牙刷、衣物、鞋子，我从没想过，竟然有人会卖这些东西。只有最新的帖子下有德里克的评论，他应该是第一次买。我想了想，点开了和发帖人的聊天框，输入想问下感染者的血液怎么用。发送后，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对方回复得很快，直接注射到人体内，感染率100%。我又问，买的人多吗？警察会不会查到？每天供货有限，今天的已经卖完了，想要明天再来。交易绝对保密，放心，不会被发现。原来今天的货卖给了德里克。就在这时，德里克洗完澡出来了。我赶紧把手机藏到枕头下。他下意识瞥了眼垃圾桶，看到里面的注射器，嘴角勾起一抹几乎看不见的笑。你自己打完了？那赶紧休息吧。我慌忙点头，关掉灯，避免他发现异常。我侧躺着背对着他，脑海里闪过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我们是大学情侣，毕业后就结婚了。德里克家境不好，婚房和车都是我家出的，但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，我从没提过这些。这些年，他对我一直很体贴，连我妈都说，没人能像德里克这样包容我的坏脾气。这样的人怎么会想害我呢？不知躺了多久，身后传来细微的声响。亲爱的，睡着了吗？我闭上眼睛装睡。德里克叫了我几声，见我没反应，就拿着手机悄悄走进了卫生间。很快，卫生间里传来他刻意压低的声音。我悄悄挪到门边，听到的内容像一道惊雷劈在我身上。宝贝，别担心，我已经给他注射感染者血液了。过阵子我找个借口带他去检查，结果一出来，我就发到网上，让大家看看他是个乱搞的贱货。到时候他家里的财产就全是我们的了。我当然最爱你了，那个黄脸婆在床上跟死鱼一样，根本没法跟你比。明天把房间订好，穿上我刚给你买的内衣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就急得不行。后面全是两人调情的话，我再也听不下去，慢慢走回床上，瘫倒在枕头上。原来德里克早就出轨了，为了我家的财产，他竟然不惜毁我名声，害我性命。我从没想过，睡在身边的人竟然是这样的恶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德里克挂了电话回来。他躺在我身边，右手不自觉地伸到我衣服里，摸向我的胸口。我一阵恶心，推开他的手，别碰我，我今天不舒服，想好好休息。
你去客房睡吧。德里克顿了顿，很快调整好表情，用平时温柔的语气说，好，我去客房。夜里要是不舒服，随时叫我。独自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我实在无法接受，这个在所有人眼里的完美丈夫，私下里竟然这么可怕。我肚子里的孩子还能留吗？第二天一早，德里克像往常一样做好早餐，端到我床边。以前让我感动的举动，现在只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冷冷地说，放这儿吧，饿了我自己吃。德里克终于察觉到不对劲，上下打量着我，亲爱的，你今天有点奇怪，发烧了吗？他赶紧把额头贴过来，发现我没发烧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失望，没发烧？可能是没休息好。我今天要去公司加班，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。没等我说话，他就抓起包走了。加班？恐怕是急着去见情人吧。德里克一走，我就打车去了医院。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买感染者血液注射，但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用其他方式害我，做个全面检查才放心。我原本想去平时做产检的私立医院，但突然想起德里克每次都陪我去，那里的医生护士都认识他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换了一家医院。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，身体各项指标正常。拿到报告的那一刻，我长长松了口气，幸好发现的及时。我想着，既然来了，不如顺便做个产检，看看孩子的情况。可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医生皱了很久的眉，犹豫着开口，你最近在吃药吗？孩子的发育好像有问题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我每天都打保胎针，之前在别的医院检查，孩子一直很健康，怎么会发育有问题？医生的眉头皱得更紧，根据检查结果，你体内有大量药物残留，这会导致胎儿发育不全。你说的保胎针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幸好我有随身携带药物的习惯，赶紧从包里拿出保胎药递给医生。他盯着药看了很久，愤怒地把眼镜摔在桌上，哪家医院给你开的药？这里面含有大量孕妇禁用的激素，你每天用这个打针，胎儿当然会出问题。而且你的身体很健康，根本不需要卧床保胎。这家医院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？我像被雷击了一样。做试管、产检的医院全是德里克安排的。他说这家私立医院技术好，服务好，舍不得让我受一点罪。胚胎移植后，也是他说我体质弱，必须卧床打针才能保住孩子。我毫无怀疑地相信了他，要是他去医院拿的，产检也是他陪我去的。原来我根本不需要卧床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尽量切断我和外界的联系。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他和医院联手设下的骗局。他明明知道我多想要一个孩子，却从没想过让这个孩子活下来。为了私欲，他连自己的骨肉都能狠心毁掉。德里克根本不配做人。诊室里的空气凝固了几秒，经验丰富的医生同情地看着我，这孩子生下来会有先天缺陷，从医学角度，我不建议保留。你好好想想，时间不多了。听到医生的话，我像掉进了冰窖。今天早上我还感觉到孩子在动，现在却要面对这样残酷的选择。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德里克那个渣男，我绝不能放过他。冷静几秒后，我努力控制住颤抖的声音，留下这个孩子只会害了他，我不会这么自私。但孩子，你能再帮妈妈最后一次吗？回到家时，德里克已经回来了。他一看到我，就带着几分慌张地抱住我，你怎么自己出去了？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担心死我了。医生不是说让你卧床吗？我闻到他身上陌生的酒店沐浴露味道，皱着眉推开他，在家躺太久了，想出去走走。德里克没起疑心，医生说要多休息，下次想出去等我回来陪你。万一不舒服没人在身边，我会担心的。看着他真诚的表情，我突然问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今天加班吗？忙完了？我突然换话题，德里克的眼神有些闪躲，都是小事，想着你一个人在家，就赶紧忙完回来了。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，我想回我妈家住几天，好久没回去了，想看看他们。
德里克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但很快掩饰过去。好啊，我帮你收拾东西，一起去看爸妈。我坚定地摇头，不用，我想自己回去住几天。你最近工作累，在家好好休息。我住2天就回来，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故意加重了工作累3个字。德里克低头想了几秒，笑着说，也行。过几天就是你产检的日子，到时候我陪你去。听到产检2个字，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。我避开他的目光，敷衍道，你能去药店帮我买些常用药吗？你知道我用什么药，我怕我妈家那边没有。德里克立刻点头，好主意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在家歇会儿，我回来帮你收拾行李。看着他匆匆离开的背影，我打开手机，看到他在发帖人最新的帖子下评论，要今天的牙刷。看来他急着出去，就是为了这个。确认德里克走后，我从包里拿出一个隐藏摄像头，装在了对着门口的角落。有了这个，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德里克出去了很久才回来，我没多问，只是看着他麻利地帮我收拾行李。我刚才顺便给你买了把牙刷，回去直接用就行。他递过来一把明显用过的牙刷，我没有拆穿，任由他放进行李箱。他提出要送我，我拒绝了，我已经叫了车，在楼下等着呢，你帮我把行李搬下去就好。这次他没坚持。我上车后没多久，就从后视镜里看到他掏出手机，急急忙忙地打电话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他打给的是谁。离开小区后，我关掉了包里的录音笔。从进小区到现在，我一直在录音。德里克可恨，那个卖感染者用品的发帖人也不是好人，他们都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在附近找了家酒店住下，安顿好后打开手机，屏幕里显示着德里克和一个女人纠缠在一起的画面。果然，我离开还不到2个小时，他们就急不可耐地凑在了一起。我立刻打车回小区，挺着孕肚找保安大叔帮忙。大叔，我觉得家里进小偷了，我怀着孕不方便，您能陪我去看看吗？保安大叔很负责，拿起一根铁棍拍着胸脯说，放心，有我在，小偷跑不了。旁边一位热心的阿姨也跟着说，姑娘，阿姨陪你一起去，孕妇一个人太危险了，人多力量大。看着这位平时在小区里嗑瓜子聊天的阿姨，我心里多了几分安全感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我家走去。